如果一个地方550万年没见过阳光，里面还能有生命吗？答案或许比你想象的更加不可思议，因为在人类探索过的洞穴中，有些发现直到今天都无法完全解释。洞穴一直是人类最古老的恐惧之一，或许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害怕那些隐藏在地下黑暗中的未知存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躲进洞穴，躲避猛兽和恶劣天气，但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洞穴都值得进入，因为有些地方一旦踏进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里，地下世界都与死亡、怪物和未知力量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相信冥王哈迪斯的国度位于地下，北欧神话认为啃噬世界树根部的巨蛇尼德霍格潜伏在那里。南美洲的一些原住民传说则讲述着通往地下世界的洞穴，在那里时间的流逝方式与现实完全不同。今天的我们习惯把这些故事当作神话，把它们视为古人对黑暗和未知的想象。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传说背后真的隐藏着某些现实依据呢？主流科学对于洞穴的解释其实并不复杂。对于地质学家来说，它们只是流水经过数百万年侵蚀岩石后形成的空腔；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它们只是特殊生态系统，生活着盲鱼、白色甲虫以及各种适应黑暗环境的生物；对于游客来说，它们则是拥有钟乳石和灯光秀的旅游景点，似乎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对于洞穴学家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那些长期深入地下的人知道，有些事情并不符合教科书里的解释，有些发现无法说明来源，有些痕迹无法找到合理答案，有些东西甚至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有时候，就连经验最丰富的探险家也会感到头皮发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5个至今仍未被完全解释的洞穴发现。而第一个发现，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1986年，在罗马尼亚黑海沿岸附近，一支为未来发电站进行地质勘探的施工队，意外发现了一个地下洞穴入口。当第一批探险者下降进入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发现的并不是普通洞穴，这里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裂缝，没有通道，没有任何空气能够从地表进入。科学家估计，这座洞穴已经与外界隔离了大约550万年。当它被封闭的时候，现代人类甚至还没有出现，我们的远古祖先才刚刚开始在非洲学会用双脚行走。更诡异的是，这里的空气几乎有毒，洞穴中的氧气含量只有地表的大约1/5，而硫化氢和二氧化碳浓度却高得惊人。如果没有专业设备，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几分钟内就可能失去意识。按照当时的判断，科学家原本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没有阳光，几乎没有氧气，充满有毒气体，这样的环境理论上应该是一片死寂。然而当他们继续深入后，眼前出现的景象却彻底颠覆了生物学家的认知。洞穴里竟然充满生命，这里生活着数十种地球上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的生物，有不会吸血却专门捕食其他动物的盲水蛭，有生活在富含硫化物水体中的水蠍，还有各种奇特的蠕虫和节肢动物。最终，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超过50个物种，其中35个物种此前从未被科学记录过。这些生物一生从未见过太阳，它们呼吸的不是正常空气，生活的环境足以杀死绝大多数地表生物。可它们不仅活着，而且繁衍得相当成功。在地表，几乎所有生命最终都依赖太阳，植物吸收阳光，动物吃植物，掠食者在捕食动物。没有太阳，整个食物链都会崩溃。但在莫维勒洞穴里，550万年来从未有阳光照进这里。这里食物链的基础并不是植物，而是一种以硫化氢和其他化学物质为食的细菌。它们吃掉的不是阳光，而是岩石和有毒气体，而整个生态系统则建立在这些细菌之上。科学家把这种过程称为化能合成。在莫维勒洞穴被发现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生态系统只存在于深海火山热泉附近，没有人想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里，竟然也能形成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这里有捕食者，有猎物，有完整的食物链，而且独立存在了数百万年。直到今天，科学家仍然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切。支撑如此丰富生命多样性的能量究竟来自哪里？这些生物又是如何在完全黑暗、完全隔绝的环境中演化出来的？更奇怪的是，其中一些物种竟然与数百万年前早已在地表灭绝的生物十分相似，仿佛它们被时间遗忘在了这里。一位参与研究莫维勒洞穴的生物学家曾回忆说，当他第一次看见那些蜘蛛时，
整个人愣住了。他们通体雪白，双眼退化，腿长得不成比例。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地球生命，而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物。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形容，这些生物与他熟悉的一切都截然不同，甚至让他一瞬间怀疑自己是否还站在地球上。而真正让科学家们私下讨论至今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生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没有阳光，没有氧气，没有与地表世界的联系，仅仅依靠硫化氢和岩石中的化学能生存，那么我们凭什么断定其他星球上不存在生命？火星拥有地下空洞，木星和土星的一些卫星冰层下方甚至隐藏着完整的海洋，那里的环境当然与地球不同。但莫维勒洞穴的发现让科学家越来越难以再说出那句话，生命离不开阳光和氧气，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生命不仅能够适应极端环境，而且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顽强，也更加富有创造力。第二个发现来自奥地利的纳塞尔洞穴，这个故事开始于2014年，当时一支洞穴探险队正在阿尔卑斯山区探索一处鲜为人知的洞穴系统。当地人其实早就知道纳塞尔洞穴的存在，但几乎没有人真正深入过内部，入口十分狭窄，通道复杂而危险。更诡异的是，当地居民经常声称他们会听见洞穴深处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声音介于低沉的呻吟和持续的嗡鸣之间。然而当探险队艰难穿过一条狭窄通道，进入地下约100米深处的一座巨大洞厅时，他们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洞壁上覆盖着大量图案，那不是划痕，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纹路，而是真正的绘画，红色和黑色颜料绘制出的动物、几何图形以及各种奇怪符号，密密麻麻分布在洞壁之上。如果只是发现洞穴壁画，本身并不算轰动，毕竟欧洲拥有许多著名的史前洞穴艺术遗址，但纳塞尔洞穴里的壁画却明显不同。这些图像描绘着一些并不属于欧洲的动物，有长着异常獠牙的大型猫科动物，有一种看起来像长颈鹿却拥有短脖子和粗壮四肢的奇怪生物，而最诡异的则是一种被研究人员称为角人的形象。它拥有人类的身体，头部却长着复杂而巨大的分叉角冠，那既不像鹿也不像麋鹿，比例完全不同。这些角向外分叉，又向前弯曲，看起来更像某种王冠或者头盔。当研究人员对颜料进行分析时，结果再次让所有人感到意外。这些壁画的年代比人们原本预计的更加久远，甚至比法国著名的拉斯科洞穴壁画还要古老。但真正让科学家困惑的并不是年代，而是颜料本身，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当地根本不存在的矿物成分，距离最近的矿床也在数百公里之外。这意味着绘制这些壁画的人要么亲自远行数百公里获取这种颜料，要么他们掌握着某种跨地区交换网络。而按照主流考古学的认知，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交流网络本不应该存在。然而最让研究人员头疼的还不是这些动物图案，而是那些出现在壁画旁边的符号，一排排圆点，一道道线条，以及某种看似具有规律的排列方式。这些图案并不仅仅是装饰，因为它们明显存在某种规律。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套技术系统，也许是在记录天数，也许是在统计猎物数量，又或者是在记录某种我们早已无法理解的信息。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这些点状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历法，某些原点组合与月亮周期之间似乎存在对应关系。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受邀参与研究的古文字学家发现，这些符号的排列方式竟然与早期原始文字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它们或许并不是图案，而是在记录信息。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人类开始用符号记录思想的时间，可能比主流考古学认知的年代还要早上数千年。这将直接改变我们对于人类认知发展历史的理解。后来，这座洞穴被列为受限制区域，进入权限受到严格控制。研究仍在继续，但相关成果却始终以极其谨慎的方式逐步公布。就像有人并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奥地利洞穴里的那个角人。离开奥地利之后，第三个发现来自越南，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系统之一韩松洞。它庞大到内部拥有自己的云层、河流，甚至原始丛林，主通道高度可达200米，有些区域甚至足以轻松容纳一栋数十层高的大楼。早在1991年，
当地居民就已经发现了这座洞穴，但真正系统性的探索一直到2009年才正式开始，而从那以后，几乎每一次探险都带回新的谜团。2019年，一支探险队进入了一条过去被认为是死路的支洞，一处坍塌的碎石堆后方隐藏着一条深入地下数百米的通道。刚进入那里时，队员们就感觉到了异样，空气变得更加温暖，湿度明显升高，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甜味，没有人能说清那究竟是什么气味。沿着通道继续前进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洞厅，洞厅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物质，远远看去就像面粉铺满了整个地面。起初所有人都以为那只是细沙或者某种矿物沉积，直到一名探险队员踩了上去，脚下的东西竟然产生了反应，它微微下陷，随后又缓慢恢复原状，看起来就像记忆海绵一样。唯一的问题是，那根本不是海绵。样本分析结果显示，这是一种由微生物构成的巨大群落，可能是真菌，也可能是某种类似真菌的生命形式。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连续的活体地毯，最后的地方甚至达到半米。负责研究样本的生物学家完全被难住了。这种生物与任何已知物种都对不上号，它的细胞结构甚至无法套用现有分类体系。它不像真菌，不像细菌，也不像藻类，反而像是介于三者之间的某种生命形式。正如一位微生物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仿佛演化在这里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真正的震撼还在后面。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生物似乎能够感知人类的存在。当他们进入洞厅时，脚边那片白色地毯开始发出微弱光芒，那是一种淡淡的蓝色荧光，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几乎难以察觉。当人们静止不动时，光芒会慢慢消失，而只要开始移动，光芒又会重新增强，就好像这种生物能够感知脚步带来的震动，又或者能够察觉空气压力的变化。科学界当然知道生物发光现象，萤火虫会发光，深海鱼会发光，某些真菌同样会发光，但一种会对移动做出反应的发光生命体却从未被正式记录过。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实验，他们向地面投掷石块，没有反应；向地面泼水，依然没有反应。可只要有人迈出一步，脚边便会出现一圈柔和的蓝光，随后缓缓扩散，几秒钟后才慢慢消失。一位科学家谨慎地提出，这或许是一种原始交流方式，另一位则认为它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还有人猜测，它感知的并非震动，而是人体散发出的热量，或者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回答所有问题。如果这里终年处于绝对黑暗之中，那么它究竟在与谁交流，又需要防御谁？在地下深处，它没有天敌，没有竞争者，除了少量昆虫和细菌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生命。那么，一个在黑暗中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物，为何还需要发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它偏偏会对人类这种体型和温度的生物产生反应？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样本已经被送往世界多个实验室，但这种生命体的完整分类仍然没有完成。研究进展异常缓慢，因为它几乎无法在洞穴之外存活。而那片神秘的白色地毯，如今也已经被禁止游客接近。研究人员担心人类的到来可能会破坏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下生态系统。第四个发现来自阿布哈兹地区的克鲁伯拉洞穴，它曾经是世界上已知最深的洞穴，至少在不久前依然如此。它的总深度超过2公里，想要抵达最底部，需要连续数天穿越狭窄通道、地下河流以及垂直井道。即便对于职业洞穴探险家来说，这也是一次极限挑战。自上世纪开始，人们便不断刷新这里的深度记录，但有一次探险带回来的却不是新的记录，而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谜团。在大约1500米深的一条支洞中，探险队发现了一座奇怪的洞厅。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地面，那里异常平整，并不是流水长期冲刷形成的光滑表面。那种情况很常见，流水经过数千年侵蚀，确实能够让岩石变得像玻璃一样光滑，但这里完全不同。整个地面平整的近乎不自然，没有波纹，没有裂缝，没有侵蚀痕迹，就仿佛有人曾经在这里浇筑过一层液体，随后又慢慢凝固。当样本被送去分析后，结果显示覆盖在表面的物质，其成分与黑曜石类火山玻璃十分相似。然而问题在于，这片区域根本不存在火山活动，距离最近的死火山也在数百公里之外。那么，这些类似火山玻璃的物质为什么会出现在1500米深的地下？
没有人能够解释。但这还只是开始，研究人员随后在洞厅墙壁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沟槽，它们光滑平行，大约有1厘米深，沿着整个洞厅周边水平延伸，距离地面约 1.5 米高，看上去就像有什么东西曾经沿着墙壁划过，又或者像有人用一把巨大的梳子在墙上整齐地刮出了一排痕迹。更奇怪的是，这些沟槽之间的间距几乎完全一致，大约都保持在4厘米左右。地质学家很快排除了自然形成的可能，流水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如此深的地下没有风蚀作用，而地壳运动产生的是裂缝，不是这种规则排列的平行沟槽。一位拥有生物学背景的洞穴学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沟槽之间的距离与某些大型掠食动物爪痕之间的间距非常接近。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掠食者能够生活在1500米深的地下世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明显的食物来源，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为了寻找答案，研究团队在洞厅内部安装了自动摄像机，设备配备红外夜视功能以及运动感应器。随后，他们离开了那里。3个月后，当研究人员返回并查看录像时，绝大多数画面都和预料中一样，黑暗、寂静、空无一物。然而在第6周记录下的一段影像中，运动感应器突然被触发，摄像机自动启动，录像持续了仅仅4秒钟。画面中，一个巨大的浅色物体迅速穿过镜头范围，它贴着地面移动，速度极快。由于红外摄像机帧率较低，整个画面十分模糊，几乎看不清细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绝不是落石，不是流水，也不是光影造成的错觉，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移动。在地下1500米深处，当这段录像被交给动物学家研究时，意见立刻出现分歧。有人认为那可能是一只大型蝙蝠，但问题在于，从未有人在如此深的地下发现过大型蝙蝠。还有人猜测，也许是獾或者其他地表动物误入其中。可参与探险的洞穴学家很快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花费数天时间才抵达那里，一路穿过的许多通道，甚至连人类都只能勉强通过。有些地方需要匍匐前进，有些地方必须借助绳索穿越垂直井道，还有一些区域长期被地下水淹没，任何体型接近犬类的陆地动物都不可能独自到达那里。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它不是从地表进入的呢？如果它原本就生活在那里呢？生活在1500米深的地下，终年黑暗，温度只有大约5摄氏度。它吃什么？如何繁殖？又究竟有多少个体？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那段录像仍在持续分析之中，但官方始终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后来，研究团队再次安装了摄像设备，这一次感应器没有拍到任何异常画面。然而在洞厅工作的队员们却报告了另一件怪事儿，他们会听见某种声音从黑暗深处传来，那不是滴水声，不是岩石开裂的声音，也不像任何一只动物发出的叫声，听起来更像是某种缓慢而沉重的呼吸，一下又一下，从地下深处传来。科学家的解释依旧是气流，空气穿过狭窄通道时，确实会产生各种奇怪的声音。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但那些亲耳听过的人后来承认，当你独自站在1500米深的黑暗里时，你很难把那声音单纯当成风。第5个发现来自阿拉斯加的泰勒洞穴，这座洞穴位于阿拉斯加东南部一片偏远区域，处于永久冻土带之中。2007年，一处正在融化的冰川露出了一片岩石露头，而一个此前一直隐藏在厚厚冰层下的洞口也因此重见天日。2008年，第一支探险队进入洞穴，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洞穴，总长度只有约300米，但他们在洞穴深处发现的东西却在古生物学界引起了不小轰动。在洞穴最深处的一间低温洞厅内，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被冻结在永久冻土层中的动物遗骸。在永久冻土中发现古代动物并不罕见，猛犸象、披毛犀、古马等动物都曾以这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真正奇怪的是，这一次发现的并不是任何已知物种。洞厅中保存着3具近乎完整的骨骼，它们并排躺在一起，看起来就像睡着后再也没有醒来。从体型上看，它们介于大型犬和小型熊之间，但骨骼结构却极其怪异，前肢明显长于后肢，有些类似大猩猩的比例，头骨细长，拥有异常发达的下颌以及巨大的眼眶。它们的牙齿既不像纯肉食动物，也不像典型草食动物，
更像某种杂食动物，但同时又拥有异常修长的犬齿。参与研究的古生物学家始终无法将它们归入任何已知科属。它们不是熊，不是狼，不是狼獾，也不是已经灭绝的短面熊，无论比例还是结构，都与目前已知的现生或化石物种对不上号。一位专家甚至表示，如果不是亲手拿到这些骨骼，他会怀疑那是一场恶作剧。但问题在于，它们是真的。放射性探测年结果显示，这些骨骼大约有4万年历史。那个时代，猛犸象、剑齿虎以及各种巨型动物仍然生活在阿拉斯加，可这些生物却从未出现在任何已知的古生物记录之中。而最诡异的地方还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它们被发现时的摆放方式。3具骨骼呈半圆形排列，头部全部朝向中央，而在半圆中心位置放着一块石板。那块石板过于平整，平整的不像自然形成。更奇怪的是，上面残留着一些深色痕迹。经过分析，那是一种烟灰与动物脂肪混合后的残留物，看起来就像曾经有什么东西在石板上燃烧过。石板周围还散落着一些细小骨片，其中不少一端被刻意削尖，有些甚至精细的像针一样。它们看起来很像某种原始工具。但问题在于，按照主流科学观点，只有人类以及部分高等灵长类动物会制造工具，而这些骨骼显然不属于灵长类，它们与人类和猿类没有任何共同特征，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完全不同的比例，完全不同的运动方式。这似乎是一种教科书中从未出现过的生物。关于它们的身份，后来出现了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解剖结构异常的未知熊类，也有人认为它们属于某条早已灭绝的掠食动物支系，并在与人类共存时期发展出了最原始的工具使用能力。甚至有一位大胆的动物学家提出另一种设想，他认为这或许是一种曾经走上智能化道路，却在真正发展出文明之前便灭绝的物种，一个失败的人类竞争者。当然，主流学界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但同样也没人能够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后来，当消息泄露给媒体后，大量记者和神秘生物研究爱好者涌向阿拉斯加，相关部门很快限制了洞穴进入权限，理由是保护研究现场。那些骨骼随后被转移至实验室保存，而直到今天，这个物种仍未发表完整的科学描述。18年过去了，这3具来自阿拉斯加冰洞的骨骼依然是古生物学领域最离奇也最鲜为人知的谜团之一。以上就是5个故事，5座洞穴，5个地点：罗马尼亚、奥地利、越南、阿布哈兹以及阿拉斯加。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不同的地质环境，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隐藏着某些至今无法被完全解释的东西。一个在没有阳光的环境下独立运行了550万年的生态系统，一些比已知洞穴壁画更古老，甚至疑似记录信息的符号，一种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反应并发出光芒的神秘生命，一个在地下1500米深处被摄像机拍到的未知身影，以及3具疑似会使用工具甚至掌握火的未知生物骨骼。单独来看，每一个发现都足以引发争论，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却构成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了解这个星球，我们绘制地图，测量高山，扫描海底，甚至把探测器送上火星。可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地下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地方，依然存在着一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洞穴遍布地球、地壳，它们的总长度可能达到数十万公里，而其中绝大多数从未有人踏足，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位置。那里还隐藏着什么？在那些从未见过阳光的通道里，又有什么生物正在游荡？又有哪些生命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独自演化了数百万年，却从不知道人类的存在？正如我们也从未知道他们的存在一样，还有多少过去的痕迹依然静静等待在那些被封闭的洞厅之中？没有人知道。或许有些答案我们也未必真的想知道，因为洞穴从来不只是岩石中的空洞，它们更像是地球留下的记忆，而地球似乎仍然保守着许多我们尚未准备好面对的秘密。